能天使高达的究极进化，器件型双欧高达设定解析，直到最后未能投入实战的最强试座机。机动战士高达 00V 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GN00007S， 器件型双欧高达是天人组织在双欧高达的双炉系统还未到稳定状态之前，基于能天使高达的设计思路而开发的近战型双欧高达。也正如名字所示，该型双欧高达的最大特点，那就是跟能天使高达一样，配备了7把近战用的武器，而这其中最突出的武器，便是挂在左肩上的 GN 破坏巨剑2。该武器是在厄运式2型使用的 GN 破坏巨剑的基础上开发而来，所具备的功能可分成盾模式和剑模式。当 GN 破坏巨剑2转成盾模式时，整把武器的结构就会扩展露出间隙，然后通过这些间隙释放出 GN 粒子，形成 GN 立场，由此发挥出盾牌的作用，去防御敌方的攻击。可以看到这把 GN 破坏巨剑2的体积十分庞大，其长度跟机体的高度几乎相一致，这在作为盾牌使用时就足够为机体提供全面防护。而当要对敌发起攻击时，这把武器就会切换成剑模式，这时 GN 破坏巨剑2就会露出剑柄部分，以便机体握住展开近战，所产生的破坏力很大，只要一击就能对敌方机动战士造成致命伤害。而且配合双欧高达本身所具备的高速机动能力，在手持巨剑以高速对敌发起突击的时候，还会在心理上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在腰部左侧位置装备了一把 GN 剑2短刃，该武器是 GN 剑2的缩短剑身的版本，其功能基本一致，既可以近战也可以射击。有差别的地方在于多了个投掷飞刀的功能，但在抛出去的飞刃末端连接有绳索，这样就可以在回收后反复使用飞刃对敌攻击，以此来避免 GN 光束剑作为投掷武器所产生的损耗。如果有必要，还能利用绳索以缠绕的方式封住对方的行动。可以说这把武器的功能是非常的丰富。而相对应的，在腰部的另一侧所携带的武器是一把 GN 剑2长刃，该武器的基本功能跟 GN 剑2一样，设有剑模式和枪模式来应对不同的战斗情况。比较而言的话， GN 剑2长刃在枪模式下的攻击威力有所增强，但也导致了 GN 粒子消耗提升和射速略有下降。接着在机体的腿上还携带了2把 GN 短剑，该武器是天人组织全新开发的热能武器，其剑身是由经过改造的 GN 电容材料制成，可将 GN 粒子转换成热量来提升武器的破坏力。最后就是原有的2把 GN 光束剑，其携带的位置仍在机体的后腰位置上，使用方式跟原来一样，除了作为近战武器用于格斗之外，也能作为投掷武器使用，但威力相比于前面提到的武器略显逊色。至此，基于以上武器配置，可以确定新增武器后的器件型双欧高达在战斗力上比双欧高达提升了不少。然而紧接着双欧高达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情况就是天人组织成功解决了双炉系统运行不稳定的问题，使得双欧高达得以进一步突破，进化成了双欧 Razor， 所释放的 GN 粒子量呈现出了指数级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无需更换武器就能实现战斗力的飞跃。因此这个器件型双欧高达的技术方案便遭到了放弃，相关的武器在 L3 位置的工厂制造出来后，也就没有在后面发生的战斗中使用，仅有的使用记录还是以模拟战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模拟战还邀请了地球联邦的艾米辛巴尔前来参与，而为了避免被艾米察觉，特意将这场模拟战包装成了一场游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使艾米全心投入参加模拟战。尽管整个模拟战的过程显得比较激烈，但最终的结果，他驾驶的进阶型厄运式还是遭到了惨败。面对这个使用7把武器的神秘机体，完全不具有对抗能力，以至于艾米忍不住怒斥这场模拟战极度不平衡，认为这神秘机体的数值过于夸张，难以接受。然而在这之后，天人组织的双欧高达开始出现并进行战斗的时候，艾米这才意识到，当初游戏里使用7把武器的机体正是双欧高达，自己在不经意间帮助天人组织完成了战斗数据的收集。而当初邀请他参加模拟战的那位漂亮女士，现在回想起来发觉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于是一想到这，他不由得就打了个冷战。本以为艾米就此决定以后要小心谨慎的时候，结果他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热衷勾搭漂亮女性的毛病。接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人组织在经历无数场激烈的战斗之后，艰难地战胜了利冯兹率领的准变革者集团。虽然成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天人整体战力受损的程度也十分严重，加上维持组织的大部分资金来源开始中断，导致新型机开发的进度变得较为缓慢。
因此不得不重新启用了七箭型双欧高达的技术方案，用来维持天人组织在这一过渡时期的战力，并且还对七箭型双欧高达进行了加强，以便有足够战力去应对当前存在的各种挑战。而经过加强后的七箭型双欧高达，便是型号为 GN0000GNHW7SG 的七箭型双欧高达 G。这一型机体所发生的变化，就是使用了 GN 电容器代替了损毁的太阳炉作为动力。这与使用2个太阳炉的七箭型双欧高达相比，作战性能不可避免的有所降低，像 TRAMS-M 这些功能，其性能表现都不可避免的要大打折扣。因而天人组织给这架机体在右肩上多携带了一把武器，以便尽可能的提升战力，应对当前困难局面。而新增的这把武器便是 GN 歼2光束炮型，该武器也是在 GN 歼2的基础上开发而来，其基本功能同样也是具有剑模式和枪模式。但这把武器并不是第8把剑，而是一把附带有刀刃的枪，因此攻击方式便以射击为主。无论是攻击威力还是射击精度， GN 歼2光束炮型的武器性能都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尤其是作为驾驶员的刹那 F 青鹰，在上一次决战中就已经觉醒成为了纯种变革者，因此这把武器在设计时就对纯种变革者的使用特性进行了改进，以便充分发挥出纯种变革者刹那的战斗能力。据称其威力和精度以及射程方面所能达到的极限，具有难以想象的无限可能性，而这些在接下来的测试中就得到了体现。一度在天使宫殖民星进行武器测试时，这把武器一击就贯穿了20层力碳素打造的装甲板，而且在刹那的精确计算感知之下，这一击所产生的威力就刚好满足了击穿20层的装甲板的程度，没有在此基础之上多一点额外的伤害，甚至在 TRAMS-M 只有 0.03秒时效的情况下，还准确命中并摧毁了1000公里外的小行星。由此可见，新增的这把武器 GN 歼2光束炮型要更贴切驾驶员刹那能力的发挥。而在这之后，来自天使组织的工程师雪林海德对 GN 电容器做了进一步改进，于是基于此又对七箭型双欧高达做了新的改进设计。而这个新的设计方案便是型号为 GN0000GNHW7SG 第2的七箭型双欧高达 G 检查者。该型机体武器等配置均和七箭型双欧高达 G 一样，主要改进的地方除了蓝色涂装变为红色之外，便是通过更换新型 GN 电容器来提升机体的整体性能。所带来的性能提升幅度，在经过模拟测试之后确定可达 5%， 并且还能实现激活双炉系统，从而突破当前极限，进一步提升机体的性能。尽管雪林海德坚信继续开发一定会实现重大突破，但是随着新型机00看 T 的不断推进，与之配套新制造的2台太阳炉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就使得七箭型双欧高达 G 检查者的开发不再有现实意义。于是这一设计方案最终选择了放弃，没有选择继续开发，投入到实战当中。